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，看你难过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，别忘了逾越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，能为你吃苦不觉得苦，手心有你的温度，冷酷就可以挡住我为你约好明天的幸福。在人海起起伏伏，爱是唯一的地图，要陪你看见每个日出。阿美，阿美，哎，我在洗澡，什么事啊？哦，刚才我打电话回家，我妈说你的头发。哦，我的头发因为做化疗一直掉，所以我干脆叫人把它剃光了。哎呀，我妈说的不清不楚，我还以为你发生什么事啊。没事，我没事。啊，那就好。哎，阿美啊，我买了帽子给你啊，我放在厨房的桌上啊。哎，我已经有了一顶了。一顶哪里够？你们女孩子啊最爱美了。哎，我的德式还在楼下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谢谢啊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不知道你的头有多大嘛，所以就一起买咯。是哪一顶可以戴啊？灰蓝色斑点的。哦，知道了啊。这个代表希望，这个代表开心，这个代表活力。卖帽子的人说的。啊，不是，是我说的。你？是啊，人要有希望，有了希望就会开心，开心了就会有活力。以后啊，你就可以带着希望、开心还有活力出门了。我看我还是不要骗你了，这个我是从雷流听来的，可是那个广播员说的不是帽子，是内裤。又在努力啊？不努力不行，年底就考试了。累了就要休息一下。知道了。哎 ，Miss Lim， 今天怎么没见阿芬？她是不是改时间了？他可能有事吧。我做完化疗再去问 Miss Lim， 她才坦白告诉我，阿芬昨晚跳楼自杀了。啊，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？哎呀，做了化疗就会好了嘛。听 Miss Lim 说，她留了一封遗书，说不要拖累家人，叫她丈夫把给她医病的钱省下来，让孩子读大学。哎呀，钱是可以想办法的嘛。身体有病痛，常常就会往坏的想，如果没有人安慰开导，就更想不开了。听到阿芬自杀的消息，我真的很后悔，为什么没有多跟她谈谈？如果她把心事都说出来，也许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了。你怎么会想到他会这么做？看着其他癌症病人倒下，我觉得自己能走到今天是幸运的。不管最终能不能痊愈，我的心都充满感激。你在说什么话？你一定会好的。当然啦，你看我头上戴着什么？希望啊！
所以我的未来一定是充满希望。这样就对了。如果我能康复，就去报名当义工，帮助其他癌症病人，让他们也看见希望。你说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啊。哎，不如我也去。我不会说话，不会安慰人，不过啊，扫地、煮饭、洗厕所我都可以做啦。我还可以拉二胡给他们听。有福，谢谢你给我希望。每个人都要有希望嘛，这样活着才有意思啊。那你呢？你有什么希望？安哥，我有时去看嘉玲，她好像没事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有事啊？因为她跟同事有说有笑啊，眼睛也没有欧巴卡了。说你笨就是笨，你没听说过一句话：人前欢笑，人后流泪。嘉玲跟你说的？他怎么会跟我说？他不止不会跟我说，也不会跟他姐姐说，也不会跟你说。那你怎么知道？我有脑啊，不像你有脑不用，笨蛋。安哥，我不是笨蛋啊，我是有福。你不是笨蛋，那你去做一些聪明的事来给我看。做什么？去把我女儿从那混蛋的手里救出来啊！可是嘉玲她都没事了，我不是说过，你怎么知道她没事啊？你怎么知道她不是眼泪往肚里吞？可能她现在很希望你去关心她，救她呢。你到底明白不明白？哎，失败，失败。这么迟了还没走啊？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。你呢？不用煮咖喱鸡啊？哦，不用不用，我刚刚叫完德士跟阿根在附近吃饭，所以顺便来看看你在不在。哎，坐啊。德士的生意好不好啊？还不错啦，好的话1个月可以赚2000块。哦，加上煮咖喱鸡的工钱，就有3000多块了。差不多啦，有时油站缺人手，我也去帮忙。你怎么那么拼啊？反正闲着也闲着，不如去赚多点钱。我觉得你越来越有本事了。哪里？你比较本事了，在这么大间的旅行社工作，还是一个经理呢。我已经不再是经理了，我是市场部的副总裁。哇，你真的很厉害哎！只有你才这么想，别人只会说我靠关系、靠外表往上爬，刻薄一点就说我出卖肉体。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说你？哎呀，嘴巴是人家的，要怎么说？难道还要向我申请吗？谁叫我嫁的是太子爷啊？人家不在我背后说我坏话，那才怪呢。哎，我去听个电话，你等我一下。Hello， 原来你还记得我在这里等你啊？现在几点了？你到底要吃晚餐还是要吃宵夜？好啊，反正现在有人在外面等我吃饭。那就你吃你的，我吃我的。谁呀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也想知道的话，就自己下来看吧。哦，你要走了，那我也走了。你今晚有事吗？啊，没有。走，陪我喝一杯。啊。读书的时候，整天想要快点长大，穿漂亮的衣服，找一份好的工作。跟一个白马王子结婚。你现在都有了。是啊，都有了。那我应该很开心才对。可是，你看我开心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开心。为什么我不开心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我觉得自己好像走在雾里面，四面八方都看不清楚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，感觉好像我也说不出来。总之，感觉就好像什么都有，却好像什么都没有。
一切朦朦胧胧的，看不清摸不着。你知道这种感觉吗？知道。你呀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啦。人如果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也许是最好的。怎么关了？我记得以前我们看完9点场电影都来吃粥的。那间戏院已经关了，可能没什么生意，所以就收档回家睡觉。戏院关了。哦。因为我们都不来这里看戏了。Our system is not getting a response from the subscriber's mobile phone. 嘉玲啊，这里附近有一档鸭粥开得很迟的，我们去那边吃吧。不了，不吃了。哦，那我送你回家。不要，今晚我不要回去。有福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不准你再说不知道。哦。你爱我吗？啊？说啊，你爱我吗？爱。大声一点。爱。再大声一点。爱，我爱。好，那今晚就让你得到我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今晚就让你得到我。走，我们去酒店过夜。嘉玲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我都没喝酒，怎么会醉呢？那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跟麦克吵架了？吵架？怎么会？他开心，我也开心，我们现在都很开心。怎么？你不想跟我在一起啊？不是。不是，那就走啊！嘉玲，我还是送你回家吧。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我要跟你上床，你还扭扭捏捏。你刚才不是说爱我吗？那来呀！我看你得到我之后还能够爱多久？你们男人最厉害就是得到手之后就变心，现在口口声声说爱，转眼间就不把人放在眼里。你一定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我不会。好啊，那就证明给我看。走。嘉玲，我是喜欢你，可是我不要你这样对我，也不要你这样对你自己。我不像你们那样聪明，不像你们那样厉害，可是我再笨再呆，你这样做我也看得出你根本就是故意在糟蹋自己啊。那又怎么样？比我自己的老公都不珍惜我了，我干嘛还要那么在乎自己啊？我在乎啊！我不要你这样啊！我不要你这样糟蹋你自己啊！行不行？行不行啊？都是这个鸭粥档不好，干嘛不开呢？有鸭粥吃啊，不就没事了吗？送我回我爸家。有福啊，很晚了，你回去吧。哦，你也早点睡。有福，对不起。嘉玲说，那天晚上，她从屋子里望着有福离开的背影，忽然间很气自己。有福一直都那么真心诚意地对她，可是她却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，伤害了她。
喂 ，hospital 啊，莹莹啊，哎，你讲华语啦，不会听啦。Really？ 哎，阿花阿花，不要急了，不要急了，快出来快出来！医院打电话来啊，他们说莹莹她莹莹，莹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不行啊？不是，医院说莹莹有救了，那个混蛋的骨髓啊，适合给莹莹啊。真的啊？哎，你快点打电话给那个混蛋。死人头还不来啊？喂，会不会是跑掉了？他敢？为什么不敢啊？你有没有拿着机关枪、大炮指着他？他为什么不敢跑？我看他的心再狠，也不会白白看莹莹死啊。莹莹怎么说都是他女儿，他不会连这点人性都没有的。有人性？他如果有人性啊，早就自己去医院抽骨髓了，还约你在这里。你现在不要说这种屁话好不好？人家已经够烦了。我只是提醒你而已啊，像他这种混蛋，他才管你们的死活啊！你很衰来这样吓人，你不要以为你会这样做啊，人家也会像你一样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你是说我明明知道阿美有 cancer， 我也不管她的死活，把她赶回家，是不是？不是了，不是了。你根本就是这个意思嘛！喂，你去哪里？是，你说的没有错，我是没有人性，我不管阿美的死活，我也不管你女儿的死活，反正谁死都不关我的事了。走开！阿欢，我是乱说的，阿欢，阿欢啊！怎么现在才来啊？等不到的事啦。医生说，如果你现在去医院，他马上就可以安排做抽骨髓手术。那么急干嘛？哎，我从昨晚到现在还没有吃东西哎，现在两脚发软，你要我抽骨髓，你要我死啊？叫点东西来吃先。好，吃了就走。嗨 ，Hello， 两位需要什么？狗币1杯，鸡蛋3粒，面包4片。OK， 好。快点哦。OK， 稍后啊。吃了东西我们就走。我先打个电话给医院，叫他们准备。准备什么？我都还没有跟你谈条件。条件？什么条件？3万块。那可是你女儿啊！哎，就是我女儿，我才肯牺牲呢。换作是别人，你给我100万，我都不肯呐。你还是不是人呐？有钱我就是人，没钱我就不是人。你不是怕警察吗？我报警抓你。报咯，只不过是打架伤人小事而已嘛，又不用被判死刑。而且我又不是没坐过牢，我的过去啊，你最清楚了。怎么样？还想不想救你女儿？她也是你女儿啊！我无所谓的，世界上的人这么多，多一个不算多，少一个也不算少。你怎么想骂我？骂咯！如果听了不爽的话，我这一走，你休想再找到我。告诉你，就算我求你，我跪下来求你，救救莹莹啊，救救她啊！你拍戏啊，现在？救救她吧！我没有说不救他，你拿钱来，我不是救他喽？没有钱，不要说你跪下来，就算你去跳楼，我也不管的。我哪里找那么多钱啊？你不是有尬牢吗？找他要喽。等你找到钱了，再打电话给我。不要在这里挡着地球转。阿华，这次你一定要帮我，你一定要帮我的。你不是说我没有人性的喽？我怎么帮你啊？阿华，我不能演爸爸看影死的，你求求你帮我啊，帮我啊！我怎么帮你啊？30千呢？不是小数目啊！我去哪里找这笔钱给你啊？不如你做我的担保人，我去跟阿龙借。神经病啊！阿龙会借你那么多钱，顶多也不就是借你3、5千。他们最怕我们这种捞偏门的，要么就是给警察抓，要么就是给人家砍死。如果死了，跟谁要钱啊？那我去鸭龙站，我去做鸡。去咯，做鸡。等你变成了老母鸡，看你有没有那笔钱。那我去打抢哦。好啊，去买一把刀，要够利的，要够好，这样子你砍人的时候才会砍死人。等他的血喷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吓到晕倒。警察来的时候，你不要吓到飙尿，懂不懂啊？阿花，你去哪里？花，你叫那个混蛋到医院门口等吧。3点我把钱送到。
30天，那么短的时间，我去哪里找？刘阿发跟猴子说替死鬼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信哥，钱我会带走。好，发哥，哎，信哥叫我跟黑蛇去见他。这里就交给你了。好啊。我现在心情还是很紧张，万一抽到一半心脏病爆发怎么办啊？再等一下啦，好。那你要等到几时？等到几时？等到我不紧张为止。护士小姐，麻烦你再给多点时间哦，3点钟之前一定可以。不过医生已经在等了，你帮我跟医生说对不起啊，3点钟之前一定可以。好吧，谢谢啊。干什么？报仇啊！干什么？你们很厉害哦，利用我来开赌档，然后呢就放消息给警察，让他们来抓我。你们自己的赌档就平安无事了。好，要我做替死鬼，你们是赌王赌后是吗？我是什么？我是赌命。今天我要你们这个赌王跟赌后变成烧猪公跟烧猪后。不要啊！还！我们出来混为什么？不就为了钱吗？对呀。什么事情钱都可以解决的，啊，对不对？你要2只烧猪干嘛？拜天公啊！不如来钱去花不是好？我这里收到一些钱，对呀，先拿去用喽。啊，不够的话再来找我们拿。丢过来。怎么样啊？混蛋呢？在那边睡觉。哎，这些钱你先拿去，先给他一半，等他抽完骨髓之后再给他另外一半啊。那么多钱哪里找的？哎呀，你不要问了，你先拿去给他吧。哦。哎，对了，阿环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可能会有事？我走了。年轻的朋友，赶快来，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坏。千万的青年一颗心，唱出一个春天来。哎，就让我一起去唱啊！我赶快来，忘掉你的烦恼和不快。千万的青年一颗心，唱出一个春天来。西边的太阳下山啦，东边月亮爬上来。从早晨看到夜晚，快乐更是唱不完。来，年轻的朋友，赶快来祝贺这老太太，祝她年年有今日，祝她岁岁有今朝。妈妈，吹蜡烛。吹啊！哇！我阿妈很传统的，生日可以没有蛋糕啊，不过不可以没有面线。老人家是这样的，以前我们过生日，我妈也是要煮面线给我们吃的。听阿豪说，你妈好像昏迷了很多年哦。是啊。是不是中风？哎呀，我担心我阿妈也会这样啊。她有高血压，身体又不好。你们在忙什么啊？哦，在煮鸡蛋面线孝敬你啦，妈。等一下啊，你吃蛋白就好啊，不要吃个蛋黄，胆固醇高啊。哎呀，要吃也吃不下呀，刚才吃了1小块蛋糕，现在肚子胀得不得了。
我这个身体啊，一天不如一天啊。今年过了，明年都不知道能不能过。好心你啦，今天是你过大寿，说一点吉利的话可以吗？上了年纪啊，很难说的。孩子个个都长大了，本来是无牵无挂，偏偏红云跟阿浩连个老婆都没有，别说是传宗接代。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你还传宗接代？你阿爸是单传呐。要是红云跟阿浩不争气的话，那张家的香火就断了。到时候我见到你阿公啊、阿妈还有阿爸，我怎么向他们交代？怎么交代啊？跟他们讲你无能为力啦。因为他们是猪公啊，牵一只母猪给他们，他们就可以打种啊。好心你啊，你这个嘴巴干净一点啊。我是实话实说哦。我今天收到我妹妹的信，你们看看这个女孩子怎么样？干嘛啦？伯母叫我帮有福留意我的家乡有没有适合的女孩子。是啊，就是她呀。小燕应该很适合，她人很开朗，又很勤劳，而且很孝顺。我叫我阿妹跟她要了张照片给你们看的。蛮不错的，挺有福气的。胖了一点呢。哎呀，圆一点好，很会生啊。你以为是母猪咩？你看眼睛这么小，那么大做什么？够男人呐。嘴唇太厚了，厚一点会积财。就像阿美说的，最重要的是孝顺勤劳。对。你说的准不准啊？不要因为是亲戚朋友你就乱介绍啊！要是货不对半的话，你会害到我阿妈跟阿豪的。我觉得小燕挺不错的，不过也要你们觉得她好。最重要的是有福要喜欢。我跟阿妈说 OK， 她敢怎么样？是啊，阿美啊，你能不能叫小燕过来给我们看一看？因为最近呢，我腰痛的真的走不动了，珍珠啊又挺着一个大肚子。对。你家过来了，就住在我们家，吃住不用他花钱，那应该没问题。不过是不是要先问过有福比较好啊？哎呀，不用啦，我跟阿妈帮他做的决定，他敢放个屁。这样不断的对折下，面条就越拉越长，越拉越细啦。每对折一次，这叫做1扣。只要你拉到6、7扣，这就是拉面啦。哇，我现在已经拉到11扣啦，可以煮一碗热喷喷、美味可口的拉面。哇，哇，好香啊！这碗拉面是给秋荣的。来，快点吃，快点吃。好吃吗？当然好吃了。红运啊，红运！如果我不救你的话，你迟早会死在秋荣的手上啊！他把自己说的好像真的是拉面大师一样啊，可是听说啊，人家现在连那个面粉都不给他摸一下，整天就在那洗厕所啦、抹桌子啦，还拉什么面？也许再过些时候，师傅会教他呢。哼，是怕人家把他当成是笨蛋，利用他。不过我看他没拿工钱也做到那么起劲，哎呀，我也不要泼他冷水了。珍珠姐，我觉得阿美说的对，也许这样对红玉比较好。你不觉得最近她正常很多了吗？那倒也是哦，她最近是比较好了。哎呀，不过呢，不怕万一，只怕1万啊。我还是不放心这个弟弟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跟你有话实说了。你跟 Alex 的事，我们全工厂的人都知道啦。虽然呢，我对这个人是有所保留，不过那是你的选择，我也没话好说。其实我们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。哎呀，不过也是迟早的事，对吗？也不能怪你啦，换成是别人也是会选择 Alex 的，因为怎么说他也是大学生啦。虽然他毕业的那一间外国大学是9流的，不过怎么说啊，也是个工程师哦。虽然现在做工程师也没什么啦，顶多买得起一间小小的 condo， 不过好过没有。可是要小心哦，有一天会被裁退嘞，因为现在经济很差像他这样小小的工程师哦，很危险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说到哪里了？越说越远了。哎，你不要怪我这样泼你冷水嘞，我是有话直说的。我知道。哎呀，如果拿我们鸿运跟 Alex 比的话，不管是在知识上呢，还是学问上啊，鸿运是不会输给 Alex 的。
但是如果你要拿他的事业来比的话，那就没话说啦。哎，挂，我们鸿运啊，有一点 Alex 肯定比不上的，就是他又专一又深情。那今天是我们阿妈的生日是吗？可是他的假拉面却是捧给你吃的，这证明了在他心目中你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。那你又不是没有眼睛看，没有心去感受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哦？其实我们一家人都很感激你的，要不是你呀，鸿运到现在一定还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出门。可是呢，我们对鸿运很有信心，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好起来，一定会出人头地。所以你跟他在一起呀，一定会幸福的。哎呀，其实如果你最终还是选择 Alex 的话，我们还是会尊重你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一定要慢慢疏远鸿运哦，要不然等到他知道你跟 Alex 要结婚的话，他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啊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明白。阿婆啊，阿婆，你是怎么选虾的啊？你看看地上。什么？地上全部是虾，你刚才慢慢虾都掉下去了。没有啦，没有东西，哪里有？还说没有，你是眼睛瞎了是不是？哎呦，老人家眼睛不好嘛，看不见呐。通叔，我来吧。哎，阿婆，你眼睛不好，我帮你选好不好？你会不会选呐？不要选那些断头断脚的给我嘞。放心好了，如果你回去发现有什么断头断脚的，你就回来找我好不好？好。那1公斤了。小妹妹，你这样做生意就对了，不像那个老厨啊，凶巴巴的，好像发神经一样嘞。谁在骂我啊？没有，不是，没有。风叔，你听错了，阿伯是说他年纪大了，精神不好。对，年纪大了，精神不好。哎呀，东西掉了，还不快拾起来！阿伯，地上滑，小心走好。下次我再来找你哈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这里的。吓到你了？没事。你说我该不该炒掉通叔？不行。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他对顾客无礼，这种员工我还可以留吗？你当然要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通叔是块宝。你太抬举他了吧？如果我把他炒掉，让你取代他，你一样可以做得很好的。不，肯定不行。你太谦虚了吧？这几天我都在观察你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好。你对鱼虾有认识，对顾客有礼，又有耐心。我一直都在找人取代通叔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选。如果你真的这么做，我会马上辞职。为什么？如果不是通叔，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工作。我看你搞错了，我才是你的老板。可是是通叔给我机会的。你又错了，给你机会的人是我，不是通叔。不过你说说看，为什么我不该把通叔炒掉呢？通叔虽然脾气大了一点，但是进货选货很有眼光。那些供应商如果来一些比较差的货，肯定要挨通叔一顿骂，所以没有人愿意自讨没趣。可以说，没有通叔，这里就没有好的鱼虾卖。另外，通叔从15岁就跟着你父亲做事，现在已经有40年了。他有威严，有什么看不顺眼的，他都会开口。这里的员工都怕他敬他，无形中他在帮你扮演坏人的角色。如果没有通叔，你又怎么当大家口里的好老板？还有吗？当然还有。现在的企业动不动就把上了年纪的员工淘汰掉，表面看起来很明智，因为老员工生产力低，薪水又偏高，其实那是很短视的做法。炒掉老员工，只会让年轻的员工对自己的将来失去信心，对公司没有归属感。老板现实，员工也现实，大家工作就是为了那份薪水，谁还会为公司拼命？碰到更好的机会，谁还会留恋不走？你这套看法，在现代管理学来说已经过时了，不值得一提。我才不管什么管理学，
我只知道人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人家对你鞠躬尽瘁，你就要感恩图报，要不然就是无情无义。即使你再成功，人家都会看不起你。赚钱当然重要，但是做人更重要。好了，你回去工作吧。那你还巧不巧通书啊？你说呢？拿过来呀！你走开呀！通叔，我做错什么了？我明明叫阿良洗地，怎么会变成是你？阿良，阿良，阿良肚子痛，上厕所了。什么肚子痛？根本就是偷懒啊！我看他真的是不舒服。通叔，你让我来吧。哎呀，这些是我来做，你吃饭吧。这么早，我肚子不饿。不饿，去那边坐啊。我干嘛要坐那边？休息呀！你已经忙了一整个早上了。哎。别挡住我洗地，走开走。同叔，你又骂人了，我从老远就听到了。什么？我骂人还要看时间、看地点、看人的吗？哼！告诉你，如果你把我惹火了，我连你也骂。同叔，别说了。你看，连阿美都看不惯你这样对我。你别心疼他，他爸爸临终的时候呢，还特别交代我要时常骂他的。年轻人呢，不骂是没有出息的。同叔，你去吃饭吧。哎呀，吃什么饭？我的地都还没洗好呢。同叔，你别洗了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有什么话，等我把地洗好再说啊。同叔，你以后不用再洗了，也不用看鱼档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同叔，从你帮我爸爸到现在，一转眼就40年了。我看现在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。啊！你，同叔，我是要你帮我看着乌罗的分店。乌罗的分店多2个星期才开张，不过呢，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处理呢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我要你下去乌罗。可是这边呢？交给阿美喽。我会分30%的股份给你，也就是说，你以后就是我合作伙伴，也是老板啦。哎呀，你放什么屁了？我当了一辈子的工，根本就没有做过老板。你找别人好了哦，我还是留在这边做工哦。同叔，怎么对自己没有信心呢？你说说看，我还能到哪里找一个比你更有经验的人呢？你行的，阿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呀，通叔，你那么有经验，跟供应商又那么熟，员工都尊敬你，你不行的话，谁行啊？哎呀，不行的啦！我都没有做过老板，我不知道怎么做老板啊。你不要把自己当老板，继续当你的通叔就行了。你看阿乐，哪里像老板啊？对呀，我不只要你帮我开间分行，将来还要开多2间、3间、4间、10间呢。这怎么可能？可能的，你好好的跟阿乐合作，绝对有可能。你看阿美对我们多么有信心啊！这件事，你让我考虑好不好？好好，你慢慢想。你帮我劝劝通叔，你别看这个人虽然声音大，可是没什么信心的。我刚才是故意吓我的。不是啊，我只是想看看你是不是感恩图报、有情有义的人。无聊。周老师，汉堡包蛮不错的。阿美，吃饭吃饭。哎，这包是鸡饭，这包是杂菜饭。等等，阿美，你的饭在这里。阿乐说这包是给你的，别人不准吃。怎么特别照顾阿美？是不是里面有加料啊？就是咯，阿美，打开啦，我们看看嘞。打开哦。切，还不是差不多，我以为里面有加鲍鱼呢。阿乐说阿美的饭比较不油腻，而且那些菜叫什么有机菜。阿美现在做化疗，要多注意饮食。阿美，你看，阿乐都关心你啊，我们药都没有啊。就是咯。阿乐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不是啦，你别乱说啊。哎，阿美，你不要听他们乱放屁。哇，难道阿乐对你们不好吗？哎，你忘了，你去年生孩子的时候，阿乐叫人家煮了猪脚醋给你吃，还有你进医院动手术，
阿乐吩咐人家送了1个礼拜的生鱼汤给你喝，你们都忘了啊？哎呀，通叔，我们是故意跟阿美开玩笑的，来当真的。就是啦，我们本来还要叫阿美小心被老板看上，都是你啦，破坏我们的好事。就是了。笑什么开心？笑什么啊？我好喜欢听到他们叫你小心，到底小心什么？没有啦。你们是不是欺负阿美啊？我们哪里敢啊？不怕他师傅啊，骂倒我们臭头妹哦。就是啊。阿乐是个好老板，所以员工们才会那么有凝聚力。仔相信，一定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阿妹啊，仔今天接受第5次化疗了，再做多1次，整个疗程就结束了。昨天医生给我看验血报告，说成绩很好，这好像给我打了1支强心针一样。阿妹，仔看到眼前的路越来越平坦了，我有信心会完全康复。到时仔一定努力工作，让你们都能过更好的生活，也要好好报答让我获得新生的人。阿美，上车。不是叫你不要来接我了吗？我没有来接你啊。那我怎么会坐在你车里？因为我载你喽。你现在不是来接我，那是什么？我真的没有来接你，我是刚好载一个客户来医院，我一兜出来就看到你啦。哦，那你应该继续载客人嘛。我看到你当然要载你啦。你现在来医院不让我载，回家也不让我载，现在刚巧碰到，总应该可以载了吧？我现在不是坐在你车上了吗？你还气啊？我叫你不要去工作，你不听；说要送你，你又不听；说要接你，你还是不听。你说我气吗？好了好了，以后顺路就让你送，你再送客人来医院就让你接。给你的。什么东西啊？又是帽子？你怎么老是买帽子给我？我又不是要开帽子店。你们女孩子啊，总是喜欢漂亮的嘛。帽子要跟衣服配，还要看颜色对不对啊？我戴帽子又不是赶潮流，只是遮住我的光头罢了。而且我停止化疗后，头发又会长回来，干嘛浪费这些钱？没有关系啦，又不是很贵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有黑眼圈。有吗？没有啊。还说没有，明明就有。叫你不要去油站打工，你不听；说不要那么拼命，你又不听；说要有足够睡眠，你还是不听。哇！你报仇啊！4点多了，你别再开了，回去好好睡一觉吧。不用啦，我不累。等一下我可以多载2个客人呢。拜拜。拜拜。什么事？别再开了，回家休息。我不累。赚钱重要，健康更重要。失去了健康，赚再多的钱也没有用的。好，我回去睡觉哈。Hello， 嘉玲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可以啊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好，拜拜。嘉玲找我，你先回去吧。车钥匙。小心啊！有福当时完全没有预料到，嘉玲的这一通电话几乎把他送上了死亡之路。也许我没拿到满分，还不算是完美的人，所以我比谁都认真，努力赶上你的标准。爱你就是我的责任，我跟昨天的我竞争，要用笑容取代泪痕。看你难过，我会心疼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让我再把你搂住。别忘了愉悦
月，明天的幸福。走过的每个脚步都值得欢欣鼓舞，能为你吃苦不觉得苦，手心有你的温度，冷酷就可以。